在西藏一座古老的寺院里，一个年仅6岁的男孩站在一尊尘封千年的塑像前，双手合十，突然间泪如雨下。周围的人惊愕不已，这尊雕像竟然就是这个孩子前世的自己，他为何会在自己的造像前失声痛哭？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穿越千年的记忆和因缘？今天的故事，就让我们跟随这位被称为转世灵童的少年，一同踏上寻找前世记忆的奇幻旅程。这位小男孩名叫阿旺，吉美吉腾旺楚克，出生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神秘王国不丹。他并非普通人家的孩子，而是有着显赫的身世。他的外祖父是不丹的第4代国王吉美辛格旺楚克，他的母亲是不丹的索南德琴旺楚克公主。作为皇室后裔，阿旺从小就接受着良好的教育和宗教熏陶。然而，更引人关注的是，他在童年时期展现出的一些异于常人的现象。阿旺大约从3岁起，就开始对家人说出一些令人大跌眼镜的话。他常常描述自己曾经的记忆，那些记忆并非关于他此生的经历，而是一些遥远陌生的场景。他会讲出西藏境内许多寺院的布局和方位细节，仿佛亲眼见过一般。要知道，在那个年纪的孩子甚至还不识字，更不可能去过遥远的西藏。他口中提到的寺院，有些连大人们都未曾听说过。然而阿旺描述的有模有样，连周围山川河流的地形都说得清清楚楚。他的家人起初半信半疑，但这样的前世记忆片段不断从孩子口中冒出，让人不得不开始认真对待。在不丹这片土地上，转世轮回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藏传佛教是不丹的国教，人民普遍相信生命不会随死亡而终结，灵魂会以各种形式延续。特别是那些得道高僧，圆寂后往往会透过转世灵童再度降生人间，续行未竟的使命。对于这样的事情，不丹人并不视其为迷信，反而觉得这是一种神圣而真实的传承。因此，当皇室的小王子阿旺表现出种种异象时，家族长辈和高僧们立刻高度重视。不丹宗教界的领袖和修行者们开始对阿旺进行一系列的观察和印证。他们悄悄测试这个孩子，有人拿出西藏寺院的相片，他能脱口而出寺院的名字和位置；有人问起佛经故事中的细节，他有时会说出一些连学者都未必知道的典故。更神奇的是，当有喇嘛前来与他见面时，小年纪的阿旺表现出了异常的恭敬与亲切，仿佛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般。一位高僧惊叹地说，这孩子的眼神宛如经历过沧桑的老人。经过多方验证与慎重考量，不丹的宗教领袖们最终一致确认，阿旺吉美正是8世纪著名的大义师毗卢遮那的转世灵童。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在不丹和西藏的佛教圈子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毗卢遮那何许人也？他可不是普通的高僧，而是在西藏佛教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传奇人物。时光回到1200多年前的吐蕃时代，公元8世纪中叶，西藏正处于莲花生大士弘法的黄金时期。当时的吐蕃赞普藏王赤松德赞笃信佛法，从印度请来高僧济护大师，建立了西藏第一座佛法僧齐备的寺院桑耶寺。为了将佛法广泛传播，需要大量将梵文经典译成藏文的译师。在这批早期译师中，毗卢遮那是最出类拔萃的一位。毗卢遮那出生于西藏本土，但年轻时代便被派往印度和中亚名师处学习深奥的佛法和密续典籍。他天资聪颖，苦学多年后满载而归，成为莲花生大士座下25大弟子之一。据说莲师莲花生大士对毗卢遮那格外疼爱信任，将许多秘法口授于他，并委以重任翻译经典。毗卢遮那不负所托，在桑耶寺的译经院中夜以继日的工作，将大量佛教典籍译成藏文，为藏传佛教的奠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被后世尊称为大译师，与另外几位译师一起被视为将佛法之灯点亮雪域高原的功臣。然而，像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一样，毗卢遮那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在史书和传说中都有记载，由于他博学多才且深受师尊器重，渐渐地引来了一些人的嫉妒。在他30多岁时，
宫廷中的保守势力对莲花生大士传播秘法日益不满，毗卢遮那这位年轻有为的义师也成了他们眼中的眼中钉。据传，毗卢遮那遭人谗言诬陷，吐蕃国王在压力下下令将他流放至偏远荒野，一代义师就此被迫离开了他心爱的译经场所桑耶寺，被流放到当时人迹罕至的山野中。关于毗卢遮那流亡期间的经历，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传奇故事。相传他隐居于西藏偏远的擦瓦荣山谷中，位于今西藏察隅一带，群山环绕，人迹罕至，继续潜心修行。当追杀他的仇敌寻踪而至时，他曾躲入一处深邃的蛇洞，闭关入定，以高深禅定和神通避过了搜捕。在这段时间里，他滴水未进，粒米未沾，据说以周济不食，仍安然无恙，完全靠禅定为生。一则传说更描述，有一位作祟的女魔现身，干扰他的修行。毗卢遮那于是施展狮子吼般的秘法大威力，将女魔降服。经过重重劫难，毗卢遮那终于化险为夷，继续在深山中弘法。他在隐居地收了弟子，广传秘法，并将一些不宜公开于世的教法，以伏藏、隐藏宝藏的形式埋入岩石洞穴中，期待后人因缘际会再将其发掘。这些关于毗卢遮那的事迹在藏地广为传颂，1000年来，他被视为智慧与慈悲的化身，也是密宗修行者们崇敬的开拓者之一。然而谁能料到，时隔约12个世纪，这位古老的大师竟会再度转世，重返人间，而他的转世灵童居然降生在遥远的不丹皇室之家。当阿旺吉美被确认为毗卢遮那的转世时，许多人既惊喜又深感好奇，这位跨越1000年的灵魂将以怎样的方式证明他的前世记忆？为了寻找答案，阿旺的家人决定带他踏上一场意义非凡的旅程，前往西藏，重走毗卢遮那当年修行的道路，寻觅前世遗迹，验证他的记忆。2019年夏天，6岁的阿旺吉美在家人的陪同下，从不丹出发前往西藏。他的母亲索南德琴、旺楚克公主以及不丹和西藏的几位高僧法师都一起随行，护持这位小小转世灵童的朝圣之旅。对阿旺而言，这趟旅程或许不是出发前往陌生地，更像是回家。当车队跨越群山峻岭，抵达西藏首府拉萨时，一路上小阿旺显得格外安静凝重。他望着车窗外熟悉而陌生的风景，仿佛内心深处有什么在渐渐苏醒。抵达拉萨当天，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傍晚时分，天空突然放晴，一道绚丽的金色彩虹横跨拉萨河谷，光芒灿烂，引人注目。随行的人们纷纷驻足仰望着天象奇观，惊叹大自然的壮丽。然而最激动的莫过于阿旺，他兴奋地拉着母亲的手，指着彩虹说：“你们看，这是第一个奇迹。”大人们面面相觑，第一个奇迹什么意思呢？阿旺随即指向彩虹的尽头，坚定地说出了一句让人不寒而栗的话：彩虹落下的那座山那边，正是毗卢遮那曾经修行的洞穴所在。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彩虹一端仿佛插入远方青黛色的山峦之中，那片山区正是此行计划中要去拜访的圣地之一。传说毗卢遮那当年闭关修行的青浦洞穴群所在的方向。小小年纪的阿旺话语中透着难以解释的笃定，让在场所有人既惊又喜。一位不丹高僧双手合十，连声称赞：“吉兆，这是吉兆啊！”在藏传佛教的传统中，旅途中出现彩虹被视为极为吉祥的征兆，象征诸佛菩萨的加持。阿旺口中的第一个奇迹，金色彩虹指引前路，既像是向世人宣告他的归来受到了天地见证，也像是在预示这趟寻根之旅不是普通的观光，而是一场真正的灵魂回家。有了这份开端的鼓舞，众人更加期待接下来的行程。在拉萨稍作休整后，阿旺一行人出发前往拉萨城东北方向的扎耶巴山谷，又称哲蚌雅鲁或直译作扎耶巴，实为西藏著名的古老洞窟群所在地，也就是著名的药王山地区。扎耶巴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西藏著名的闭关修行地，山谷两侧密布天然石洞，不少高僧大德都曾在此苦修，包括传说中的松赞干布和莲花生大士等，都在此留有洞穴传说。
按照原定计划，阿旺一行将前往其中一处被当地人只认为毗卢遮那修行洞的地方。然而当车队临近目的地时，阿旺却突然显得不安起来。他皱着眉头环顾四周，似乎对眼前的环境有种陌生感。随行的向导指着前方山腰的一个洞口说：“孩子，快看，那就是传说中毗卢遮那修行过的山洞。”大人们兴奋地望向阿旺，想看看他有何反应。没想到阿旺却摇摇头，认真地说：“不，真正的修行洞不在那边，我感觉是在另一侧的山路上。”说完，他竟自顾自转身，朝着与原定路线相反的一条小径走去。现场气氛一下紧张起来，这可是悬崖峭壁环绕的深山。年幼的阿旺执意改道，让随行人员一时间不知所措。阿旺的母亲赶紧跟上，一边温言细语地问他为什么这么认为。阿旺只是不停地说：“真正的洞穴在那边，我知道，就是那里。”他的声音虽稚嫩，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考虑到阿旺确实具备非常人的感应力，众人最终决定尊重他的直觉，跟随他走向那条陌生的小路。蜿蜒的小路通向山腰另一侧，一行人走了许久，发现那边果然隐藏着一个幽深的洞穴，看起来极少人知。阿旺快步走进洞口，探头向里观望，随即露出失望的神色：“这里不是我的洞，这是松赞干布修行的地方。”众人一听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千年前吐蕃王朝的伟大赞普松赞干布也曾被传说在扎耶巴山谷中闭关禅修，难道眼前这洞穴竟是属于那位更古老的人物？而真正属于毗卢遮那的修行洞又在哪里呢？阿旺转过身，环顾四周，眉头紧锁。他忽然抬手指向更远处一段隐没在杂草中的岔路，在那边，真正的洞穴在那条路的尽头。然而沿着他所指方向望去，小路早已荒废中断，被乱石和荆棘封堵，无法继续前行。天色渐晚，出于安全考量，大伙儿无法继续深入搜寻那个真正的洞穴。阿旺望着前方被封死的山径，神情既焦急又无奈。他坚持着不肯离去，直到一位随行喇嘛提议：“既然路已不通，不如我们在这里为那未知的洞穴献上哈达，聊表敬意，也算告慰毗卢遮那大师的在天之灵。”阿旺听后点点头，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条洁白的哈达，朝着他所指引的方向恭敬地抛掷了出去。雪白的哈达在山风中飞舞，最后挂在远处一块岩石上。阿旺双手合十，轻声说：“师父，我记得您。”这一幕看得在场众人鼻头发酸，眼眶湿润。一个6岁的孩子如此执着地寻找着千年前的师承足迹，谁又能不为之动容呢？就这样，阿旺在扎耶巴山谷先后辨识了2处关键洞穴，一处是他认定的松赞干布的修行洞，一处则是他坚信的毗卢遮那真正的闭关处。尽管因客观条件无法亲抵，这在随行者看来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第2个奇迹了。毕竟就连当地的一些僧人都将第一次带阿旺去的那个洞视为毗卢遮那的修行地，但阿旺却一言否定，并给出了合理的新线索。如果不是对前世记忆有着非凡的感应，一个孩子不可能在素未谋面的环境中做出如此判断。事后，当地的一些老僧听闻此事，也都表示阿旺所指的方向附近确实还有隐蔽的古修行洞，只是荒废已久，少有人知。他们对这位不丹灵童肃然起敬，称赞他的智慧仿佛大德在世。离开扎耶巴后，朝圣队伍沿着雅鲁藏布江谷地继续前行，来到了一处名叫青浦的神圣之地。青浦洞穴群位于西藏山南地区，接近桑耶寺，是西藏佛教史上著名的圣地之一。传说莲花生大士当年将许多佛法宝藏伏藏隐匿于此，也有不少莲师弟子曾在青浦山中闭关修行，因此青浦被认为蕴藏着前弘期佛法初传西藏时期的诸多秘密和加持。阿旺一行抵达青浦山脚时，天色阴沉，四周山林显得幽静神秘。在一位本地僧人的引领下，他们拾级而上，来到一座依山而建的小寺院前。寺院里供奉着数尊历代高僧大德的塑像，其中一尊雕像正是毗卢遮那大师的造像。只见这尊塑像盘腿静坐，面容庄严慈悲，静静俯视着来访的众生。
阿旺跨进殿堂的那一刻，整个人像是被一道无形的电流击中般怔住了。他的目光与塑像相遇，仿佛两双穿越千年的眼睛在瞬间交汇。突然间，小小年纪的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放声大哭起来。阿旺的哭泣不是普通孩子耍性子的嚎啕，而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悲喜交织。他一边哭一边颤声呢喃：“是我，是我。”那断断续续的声音像是在回应着塑像，更像是在对自己宣告，眼前这尊1000年前的大师就是我的前世化身。在场所有人屏息凝神，只觉得脊背发凉，头皮发麻，一股难以言喻的庄严感弥漫在大殿之中。阿旺抚着胸口，泪水扑簌而下，跪倒在自己的塑像前，他双手合十，久久不语，只有泪水滴落在青石地面上，湿了一片。周围寂静无声，仿佛连空气都不敢打扰这场跨越时空的重逢。良久，阿旺从随行喇嘛手中接过洁白的哈达，上前恭恭敬敬地献在毗卢遮那塑像前。他泪眼婆娑地低语：“弟子回来了，经历1000年，终于能再回到这里，这是多么大的福报与因缘啊！”他哽咽着说，自己仿佛还记得当年在此长久打坐修行时的情景，回忆起自己当时身形消瘦虚弱的模样，以及在此处证悟佛法的点点滴滴。此刻能够重新回到青浦圣地，朝拜自身前世的道场，对他而言是莫大的圆满。年仅6岁的孩子说出如此沧桑的语言，让在场许多人潸然泪下。不丹公主紧紧攥着身旁法师的手，泪光闪动，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孩子能说出这般充满智慧和沧桑感的话语。一位西藏本地的老僧人更是泣不成声地念诵起祈请文，在心中默默顶礼。他相信毗卢遮那大师的确是成愿再来了。这一幕不仅感动了现场的人们，也通过后来的影片记录传遍了世界各地的网络。许多网友在看到阿旺于自己的塑像前痛哭合十的画面时，都深受震撼，纷纷留言：光看画面就感受到灵魂的力量，这绝非演技，小孩不可能装出如此真挚的情感，也许轮回真的存在，否则怎会有这样的故事。在青浦圣地痛哭悟前世的剧烈情感迸发，被视为阿旺此行的第3个奇迹。一个6岁孩童无法凭空编造出这样的情绪，他既说不出为什么自己会如此激动，但内心那股悲心交集的感觉却无比真实。或许这正是灵魂穿越1000年的呼唤，被压抑在心底的记忆终于在重返故地的刹那决堤倾泻。阿旺在佛像前长跪良久，那声声我回来了没有明确说出口，但却回荡在每个人的心中。许多人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觉得恍如梦境一般，但又比梦境更加真实，因为他们亲眼见证了一个灵魂跨越时空归来的故事。这不是戏剧排演，而是真真切切发生在眼前的灵性回响。离开青浦洞穴后，阿旺神色平静了许多，仿佛一个人的内心在大哭宣泄后变得更加安定沉着。接下来，朝圣队伍来到了举世闻名的桑耶寺。桑耶寺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座正式建立僧团制度的寺院，由寂护大师主持修建，莲花生大士亲自加持。当年毗卢遮那正是在此参与译经工作。整座寺院建筑宏伟，布局独特，据传象征着佛教宇宙观中的须弥山和4大部洲。对阿旺来说，桑耶寺应该是他前世最熟悉不过的地方之一。果然，一踏进桑耶寺的大门，阿旺便露出了欣喜的微笑。他左顾右盼，仿佛回到了久别的家园。一行人首先来到主殿，大殿内供奉着诸佛菩萨的塑像和精美壁画。然而，阿旺的兴趣似乎不在这些宗教艺术上。他一路小跑穿过廊院，最后停在了一间僻静的屋子前，指着里面说：这里曾是我的译经房，我前世常常在这张桌子前工作。众人闻言赶忙跟上，只见屋内陈设简朴，靠墙处摆放着一张古旧的木桌，看上去与其他房间的陈设并无二致。但对阿旺而言，这张桌子却意义非凡。他轻抚桌面，低声道：当年我就在这里翻译经文，一坐就是好几个昼夜。
随行的一位桑耶寺僧人听了一脸疑惑，连忙解释说：孩子，这里现在是库房，怎么会是易经房呢？阿旺却指了指屋顶和四壁，脱口说道：这里过去是一场之一，只不过现在用途改变了。他甚至说出了让在场僧人瞠目结舌的细节。桑耶寺当年有3个译场，分别负责不同经典的翻译工作。其中第一译场在他指向寺院东南角的一处建筑，第3译场在他又指向另一个方向。至于第2译场，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间屋子。听到这里，那位桑耶寺僧人已经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这些关于译场的历史布局细节，连寺内很多僧人都不甚了解，因为经过千年沧桑，许多建筑用途多次变迁，早已无从考证。而眼前这个孩子却说得有理有据。更令人称奇的是，阿旺还向众人讲述起了当年译师们工作的情景。他仿佛瞬间化身为过去的毗卢遮那大师，慢条斯理地解说，我们那个时代译师是分等级的，有初级译师、中级译师和高级译师之别。初级译师负责将印度大师们口述的教法记录下来，中级译师负责对译文进行润色和语法校订，而高级译师则要统筹全局，确保译文忠实又优美。我前世就是一名高阶译师，所以莲花生大师收我为徒，继护大师也教导过我梵文和藏文的经义。说到这里，他顿了顿，露出孩童特有的天真笑容，补充一句：当然，莲花生大师是我的根本上师，而继护大师算是我的老师之一啦。小小年纪的阿旺在众多高僧面前如此谈笑风生的任师实谈，把莲花生大师称作自己的师傅，把继护大师称作自己的老师，把1000年前译场的等级制度分析得头头是道。这一连串的辨识与讲述不仅证实了许多史料记载，甚至还提供了现代人未知的细节，可谓此行第4个奇迹。桑耶寺的僧人们无不叹服。有几位多年研究寺史的学者听闻此事后，惊讶地发现阿旺指出的第1译场、第3译场旧址与他们从古籍中推测的位置完全一致，而那张不起眼的木桌也极可能真的是过去译师们工作时所用的案几之一。因为桑耶寺曾多次重建，大多原物难存，可这间屋子里的老桌子据传一直保留至今，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现在看来，也许正是毗卢遮那当年的办公桌。想到这里，众人对阿旺更是肃然起敬，感叹道：连我们自己都遗忘的历史，他却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桑耶寺验证前世易经往事后，阿旺一行踏上了本次朝圣之旅最遥远也最艰辛的一段路程，前往传说中毗卢遮那被流放之地擦瓦荣。这个地名很多人听都没听过，因为它位于西藏偏远的山谷深处。所幸出发前，西藏方面早已协调好相关事宜，派出向导和越野车队护送阿旺前去寻访那块埋藏着大师悲壮往事的土地。车队一路向东南方行进，越过高山峡谷，空气越发稀薄，景色也渐渐从开阔的河谷变为险峻的山道。经过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擦瓦荣。这是一个群山围绕、人迹罕至的谷地，远离繁华闹市，给人一种仿佛时光停滞的感觉。据当地僧人介绍，这里过去确有一座小寺和几处岩洞，传说毗卢遮那曾在此避难修行。阿旺下车后，站在山谷口深深吸了一口气，神情凝重而熟悉。他慢慢向前走，每一步都格外谨慎，仿佛脚下踩着的是前世的记忆。一行人跟着他来到一处破败的小店前，忽然阿旺开口讲话了，而他说的不是此时此地的情况，而像是在讲述一段尘封的往事。我那时35岁，被妒忌我的人追杀，最后被流放到了这里。众人霎时安静下来，屏息倾听这孩子口中说出的故事。只听阿旺用宛如说书人的口吻继续述说，他们一路追我，我走投无路，躲进了一个有很多蛇的洞穴里闭关入定。他指了指不远处一个黑油油的山洞，那就是那个蛇洞。在洞里，我进入了很深的禅定状态，用神通让自己藏匿起来，外面的人找不到我，只好作罢。随行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插嘴。阿旺的声音稚嫩，但讲的内容却惊心动魄。
在那段闭关期间，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食，大概好几个星期没有吃任何东西，但因为入定的缘故，我并不感到饥饿，身体也没有垮掉。一位医生出身的陪同人员听到这里，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好几个星期不吃东西还能活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一些高僧传记中，确实记载有瑜伽行者入定辟谷的事迹。难道眼前这孩子描述的真是1000年前发生的现实？阿旺的故事还没讲完，他又指向另一处山壁道：后来有一个作乱的女魔来到这山谷兴风作浪，我便从定中出关，以狮子吼的法力将其降服。众人隐隐记得，关于毗卢遮那的传说中确有他以神通降服妖魔的情节。此刻经阿旺之口复述，更添真实感。可是那些妒贤嫉能的人仍不肯放过我。阿旺语气一转，带着几分凄然。他们找到机会把我抓了起来，囚禁在一座小庙里。说到这，他走进眼前破败的小店，指着角落的一处石台，就是这里，我曾经被锁在这里。小店里昏暗潮湿，角落石台上锈迹斑斑的铁环似乎仍诉说着过往的苦难。一名陪同的喇嘛惊呼：我们之前调查过，传说毗卢遮那确实被囚禁在一座小庙里，难道就是这里？只见阿旺默默点头，神情落寞。他随后转身，遥指远处一座清风后侧，在那座山的后面，有我的一处秘密修行地。当年逃出囚禁后，我常常去那里打坐安顿。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群山巍峨，云雾缭绕，根本看不清山后有什么。一位当地僧人愣了愣，连忙拿出对讲机，用藏语和同伴交谈了几句，然后激动地对大家说，那座山背后确实有一个隐蔽的山谷，里面有一处古老的岩洞遗迹。我们之前也只是听闻，还没来得及告诉诸位。大家听罢，无不感到脊背发凉。阿旺描述的秘密修行地居然真实存在，而且就连本地僧人都只是略有所闻。这位6岁孩童的记忆如何能如此准确？阿旺走出小店，在店门口的一块石碑旁停下，他凝视着石碑上一段模糊不清的藏文字体，轻声念了出来。那竟是一首古老的赞颂寄语。念毕，他轻抚石碑，悠悠地说，这是我当年亲手刻下的经文。经他一提醒，随行的懂藏文者细看石碑残迹，果然辨认出那是一段回向记。而阿旺不但完全念对了寄语，还指出是自己前世留下的手笔，这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更奇的是，小店门槛旁的石板上有一个浅浅的脚印印记，常被游客当作好奇的景点。阿旺经过时看了一眼，脱口而出，这是我的足迹。大人们面面相觑，难道连这脚印都是毗卢遮那当年的遗迹？一些人心中开始浮现一个念头，或许当年毗卢遮那大师临离开此地时，用神通在石板上留下了自己的足印，作为未来证明的记号。而今日，真正的主人公回到了现场。就这样，在擦瓦荣谷地，阿旺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了毗卢遮那大师当年遭受毒害，被放逐追杀乃至绝境逢生的种种经历，并依次指认了关键的地点和遗物：蛇洞、囚禁小店、秘密修行地、手刻经文、石上足迹。所有这些都一一获得在场人士的确认与佐证。整个过程仿佛一场现场版的历史重现剧，只不过主角由1000年前的大师变成了眼前的孩童，而导演则是看不见的岁月。当地的僧人们无不啧啧称奇，称这一连串的发现组成了第5个奇迹，足以写进转世灵童传奇的篇章。而对阿旺自己而言，找回了那么多尘封的记忆碎片，也是一种巨大的安慰与释然。然而美中不足的是，阿旺此行仍留下一个小小的遗憾。由于时间和道路所限，他没能亲自前往自己所指出的那处最喜爱的修行处。虽然远远地望了一眼，但6岁的他明白此刻无法成行。临走时，他站在山谷口，遥望着那座藏着秘密山谷的青山，郑重地向同行者和当地僧人宣布：6年后我还会回来。这句话说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一瞬间让人分不清究竟是幼童的任性承诺，还是大师灵魂的庄严誓愿。大家心中暗想，6年后，也就是2025年，这位灵童将满12岁。
不知道到时他是否还记得今日许下的诺言，又是否真的会回到这片他深爱的土地。带着这一丝期待与感叹，众人陪着阿旺登车离去，结束了此次横跨西藏多地的朝圣旅程。在随后的行程中，还有一些小插曲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一路上，阿旺几乎对每一座经过的寺院和洞窟都怀有浓厚兴趣，他总是要求多留一会儿时间，自己走进那些幽暗的洞穴内部坐一坐。更特别的是，每当进入一处具有灵气的古老洞窟时，他常常请其他人暂时退到洞外，只留下他和另一位一起随行的灵童，是与阿旺同龄的另一位转世者小僧人仁增，在洞中静坐。2个6岁的孩子就那样盘腿而坐，双手结出种种法印，闭目无言，有时一坐就是半个时辰。大人们起初还有些担心，但每次当他们重新走出洞穴时，阿旺和那位小灵童都神清气爽，仿佛接受了某种看不见的交流。陪同的法师们感慨万千。这2个童子，一个是不丹皇族转世的义师，一个是藏地本土转世的活佛。他们在洞中安坐的情景，仿佛2位古代大师在穿越时空对话一般。那一刻，同志的身躯中透出的却是沧桑老练的气息，令人油然而生敬意。在整趟旅程的最后一站，一件更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阿旺主动向随行大众传授起佛法。当时他站在一处山巅的岩洞口，回望一路同行照料他的僧俗20余人，突然置声置气地说：“今天我给大家传一个法吧。”众人一愣，随即屏息期待。只见阿旺双手结印，口中诵出一段古老的密法心咒，那是金刚觉尊法门的重要口传内容。这段口诀原本只有受过传承的修行者才能知晓，而他年纪那么小，不可能现学现卖。很明显，这是他前世掌握的法门，此刻透过同志之口再次流传出来。众人激动万分，连忙恭敬合十顶礼，静心聆听这位小大师的开示。阿旺就这样以口耳传承的方式，把个人的寻根之旅转化为利益众生的布施，为此次朝圣画下了最完美的句点。随行的一位老上师热泪盈眶地感叹：“这孩子外表看似年幼，内里却是上师的智慧啊！他今天的举动是真正把前世的法脉延续下去了。”当阿旺回到不丹时，这趟奇迹之旅已经传遍了藏地和不丹的街头巷尾，人们津津乐道于这5个奇迹般的故事。金色彩虹现拉萨，灵童指认真伪修行洞，青浦洞前痛哭前世，桑耶寺石狮变异场，擦瓦熔谷再现放逐记忆，每一段都令人惊叹不已，又彼此呼应，串联成一条跨越1000年的叙事链。相信转世的人从中看到了法源再续、圣者归来的证明，而持观望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活生生的口述历史。一个6岁孩子用他的经历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西藏佛教史课。的确，在阿旺身上发生的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巧合的范畴，太多细节的吻合与验证，使得任何提前排练或巧合捏造的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试想，一个从未去过西藏的孩子如何能准确说出偏远山洞的位置？如何能识别千年古物并指出其来历？如何懂得古老义场的制度和布局？又如何在古寺塑像前爆发出那样强烈的情感共鸣？这一切的最简单解释就是他真的曾经经历过。当然，对于现代科学而言，前世经历并不在教科书范畴内，许多人可能倾向于怀疑。然而，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类似的案例正引发科学家的关注和研究。20世纪有位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伊恩·史蒂文森 （Ian Stevenson） 花数十年时间调查了全球2000多起儿童前世记忆的案例，发现其中许多都经得起考证。孩子们说出的细节往往与某个已故之人的生活高度吻合，一些孩子甚至能说出前世使用的特殊方言，或者准确指出前世家人藏钱的地板下位置等等。史蒂文森博士的研究让世人开始正视这种现象的真实性。他的结论是，这些孩子的记忆无法用现有的心理学理论完全解释，我们可能需要承认轮回转世作为一种解释模型。相比之下，阿旺的案例有2点与众不同：时间间隔极长，以及涉及宗教历史人物。史蒂文森研究的大多数案例中，
孩子前世与今生间隔通常只有几年到几十年，而且往往发生在普通家庭。可阿旺前世距今足有1000年以上，而且他前世是佛教史上的大师级人物，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精神经验，这意味着他的前世记忆更庞大复杂，也更难以解释。但佛教徒们或许会说，正因为毗卢遮那这样的高僧大德，他的灵魂才能超越寻常，在漫长岁月后依然保持着强烈的愿力和记忆，等待因缘成熟再度示现世间。是的，在藏传佛教的观念里，圣者大德的转世往往被视为成愿再来，也就是说，他们并非被动地随业力流转投胎，而是出于慈悲愿力，主动选择合适的时机地点投生，以继续利益众生、弘法利生的使命。有些转世，如达赖喇嘛或班禅喇嘛的系谱，往往是上一世圆寂不久就会寻访灵童，很快延续香火。但也有一些高僧的转世间隔颇长，可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出现一次。佛教徒相信，这可能是因为圣者在净土或其他维度继续修行，等待某个特定因缘到来才再次示现世间。毗卢遮那大师或许正属于此列，他在8世纪完成了出传佛法的使命，之后的几个世纪，藏传佛教有别的高僧接力发展，所以他的灵魂选择长时间隐没。而如今，在21世纪这个物欲纷杂的时代，也许人们对精神信仰的渴求，对古老智慧的需要，再次达到了某种峰值。于是这位尘封1000年的大义师终于成愿重返人间，以一个孩童的身份提醒世人不要遗忘根本的智慧。从这个角度看，阿旺极美灵童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奇闻异事，而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启示和召唤。他的故事好似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对生命真相的渴望和疑问。当今世界，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科技越来越发达，但内心的空虚与茫然却有增无减。我们是谁？从哪里来？死后将往哪里去？这些亘古常新的问题，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往往被掩盖，直到像阿旺这样的灵童故事出现，才再次触动着我们去思考生命的本质。有人或许会问，我们难道都曾有过前世吗？如果是，为何大多数人不记得？科学家的解释可能是，人的大脑在新生儿发育过程中会对记忆进行重组，前世记忆通常被抹除或封存。而佛教的解释则认为，轮回转世如同人脱下一件旧衣换新衣，大多数普通人的神识、意识流在投胎时会经过一种过程，导致前缘隔绝，俗称孟婆汤、迷魂河，所以不记得前世。然而，像毗卢遮那这样修行有成就者，临终时可以保持高度的正念与定力，带着清醒的意识转生，因而他能记得前世。在阿旺这个案例中，我们或许正看到了这种情形，一个灵性上觉悟的灵魂，即便隔了1000年，仍然记得自己的使命和经历，只待身体和语言逐渐成熟，便将这些记忆释放出来。无论如何，阿旺灵童的故事已经在全球范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人透过网络视频认识了这位不丹小王子，并亲切地称他为毗卢遮那仁波切。仁波切意为珍贵的上师，是对转世高僧的尊称。如今，阿旺已慢慢长大，按照虔诚佛教家庭的培养，他开始学习梵文、藏文经典和各种佛法仪轨。同时，作为不丹王族的一员，他也接受世俗教育和王室礼仪的熏陶。可以想见，这样一位肩负双重身份的少年，将来无论走上哪条道路，都会对社会产生独特的影响。在2025年，阿旺即将迎来12岁生日。6年前，他在擦瓦荣许下的6年后再返的愿望，至今仍让人念念不忘。如果因缘允许，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再次看到他踏上西藏大地，去实现儿时的誓言，再访那处未竟之地。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想必又将是佛教界的一段佳话。而即便未能如愿，仅仅阿旺过往展现出的那些奇迹，也已足以点亮无数人心中的信念之灯。回首阿旺灵童的整个故事，我们不禁感叹，宗教的历史并非冰冷的年表，而是鲜活跳动的生命传承。当我们读历史书上某某大师圆寂于公元几年时，很少想到
他或许并未真正离去，而是在某个时刻以另一种身份重返世界。阿旺在古老洞穴前流下的眼泪告诉我们，佛法不在遥远的天边，就在当下，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只要我们还记得，还愿意实践，还心存悲悯，真理就永远鲜活地存在着。或许有人依然对这一切将信将疑，觉得转世太过玄妙难证，但不可否认的是，阿旺灵童的出现已经让许多人重新审视自己对生命的看法。在物质之上的浪潮中，他的故事如同一记警钟，提醒着我们，这个世界仍有科学无法解释的奥秘，仍有值得我们敬畏与追寻的精神宝藏。我们或许未必都相信轮回转世，但至少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经验的广度与深度，远超想象。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许才刚揭开冰山一角。最后，我们可以带着开放的心来看待阿旺的故事，把它当作一则启迪心灵的传奇，一个延续千年的温暖约定。正如阿旺吉美以他的记忆照亮了古往今来的联系，每个人内心其实也都有一盏明灯，等待着被点亮。我们也许无法像他那样记起自己的前世，但我们可以从他的经历中得到启示，珍惜当下的因缘，探寻生命更深层的意义，用善念与智慧去创造未来。正如不丹有句谚语所说，当你准备好时，老师自然会出现。阿旺的出现或许正是为了唤醒我们内在沉睡的智慧与慈悲。试问，如果连一个6岁孩童都能带给我们如此强烈的震撼和思考，那我们成年人是否更应该停下脚步，想一想那些被遗忘的永恒问题？也许在你我的生命中偶尔出现的既视感，难以解释的熟悉感，正是灵魂在轻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阿旺的千年重返告诉我们，人生远比我们想象的神奇，宇宙中仍有太多未知值得敬畏。我们要做的是怀着谦卑和好奇去探索，去体验，去感悟。在匆匆的人生旅途中，别忘了偶尔仰望星空，思索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往何处去。也许在不经意的一瞥中，你会发现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正连接着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阿旺吉美站在自己的塑像前痛哭的画面，将长久地留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那泪水中有喜悦，也有悲伤，有千年的离合，也有此刻的团圆。我们可以称它为奇迹，但对阿旺而言，这或许只是不畏岁月的灵魂在完成一个轮回的闭环。这个故事的结局也是另一个故事的开端。我们期待着未来有更多像这样的光亮去照亮人心幽谷，让更多人领悟生命的珍贵和奥妙。就像灵童阿旺带给我们的启示，真正的未来来自于对过去的正视，真正的智慧源于灵魂的觉醒。只要我们愿意敞开内心，去倾听那穿越时空的低语，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生命旅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